为什么？其实我是多此一问。回来之后，你是对我冷冷淡淡，还跟我保持距离。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了，是不是因为黄乐天？你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不供出艾伦？真的跟艾伦没有关系的。你在保护他。我没有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跟艾伦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吗？在韩国见面的时候，你忘了你是怎么向我忏悔，怎么求我原谅你吗？你说你愿意回来面对你自己的过错，你说会坦白招供的，结果呢？你还是隐瞒你跟艾伦所有的一切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真诚悔过吗？我跟你说的每句话是真的，我真的跟艾伦没有一点关系的。是，我们是在赌场认识的，我们一起下注，我们一起赢钱，仅此而已啊。在赌场之外，我们没有其他的接触的。一欢，我是真心的爱你的。我离开那段日子，才发觉我不能够没有你的，所以我才不顾一切的回来这里自首，就希望能够跟你重新开始的。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。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，选择隐瞒真相，那后果自负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跟黄乐天的关系。这不重要，这对我很重要。我知道为什么这么热心要替我打官司，因为他喜欢你。他要讨好你，他要接近你，他只是要我感激他，要把你让给他。我对你真的是彻底的失望。乐天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想尽办法找人家保释你，还主动当你的辩护律师，完全是出自他热心助人的个性。你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其实你心里明白，他摆明就冲着你来的。还有艾伦的事，就是他向你帮弄是非，是不是？一个抢我老婆的人，还要我感激他？我宁可一辈子坐牢，我也不要他帮忙。随你怎么想。我现在只是想提醒你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如果你想减轻罪名，就好好和乐天配合吧。你已经中哈毒了，现在我说什么都没有用的。我向你保证，即使他没有帮我，我也不会死的。不好意思啊，等一下赶去法庭，今天有点忙啊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想你替我辩护。你找别的律师了？我本来可以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，但是我打算放弃，向法官认罪。你跟易欢商量了吗？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不需要让他知道的。什么叫做不需要让他知道啊？你知不知道易欢为了要帮你打这场官司，求很多朋友帮忙的，就是为了减轻你的刑期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不需要你的帮忙。还有其他的事情呢，也请你不要多问。谢谢你的热心。因为我的关系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不想欠你的人情。正确的说，应该是你以为我利用这件事情来博取易欢的感激，得到他的心。其实你心里面想什么，我很清楚。我相信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不会接受你这种施舍的。你们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，认为我帮助你是别有居心的。这个时候我说不是，也没有人相信我，所以我根本不必要多说。那好，那干脆不要说。你应该没有借口接近他了吧？那从今天开始，你最好远离他。你什么都可以骗，就是骗不了自己的心。这个时候你意气用事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的。你还是考虑考虑，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我为你辩护？还有，你隐瞒跟艾伦的事实，到时法官一定认为不够坦诚，这样对你也很不利的。总而言之，你别想动易欢的念头，你别想趁虚而入，我是绝对不允许你这么做的。你现在好像把易欢当成你专利品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你就要给我记住，易欢是我的老婆，任何情况底下呢，我都不会跟她离婚的。而且我了解易欢，
他是个专一、念旧的人。我们结婚了10年了，我们有10年夫妻感情基础，我们还有一个 baby。只要我不提出离婚，玉欢是绝对不会主动跟我离婚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回来这里，不要再回来新加坡了吗？志国，我想你啊！你走了以后，我每天都很想你。我想尽一切办法回来新加坡，终于让我再见到你了。你听我说，这里警方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你为什么要傻回来这里自投罗网呢？我这次是用假护照入境的，你不要担心，他们不会查到我的。这又何必呢？志国，志国，你还记不记得在韩国我们说再见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过来这里承受所有的罪行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回来见了你之后，我就去自首。不，我们一起共进退。安伦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。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不应该连累你的。趁现在警方没有发现你，你快点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去哪都行，就是不要回来这里。我不行的，我是不会扔下你不管的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军作战的。难道你不明白为什么回来这里吗？志国，你听我说。先听我说。你听我说啊！从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对自己发誓，以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都要和你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怎么可以离开你呢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走了以后，我一直想到我们共患难的日子，我真的是很想你啊！所以我这次回来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就算你去坐牢，我要陪你一起坐。我了解艾伦，但是我不可以让一欢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在打官司啊，而且是一欢在帮我的。你说，如果现在一欢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一定会拒绝帮我的。可是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是事实啊。只要我不说你不现身的话，没有人能够对我们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更重要的是，你实在没有必要陪我一块受罪的。反正我一个人，我逃不了的，就让我承担吧。其实，最重要的是你不想让你老婆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对吗？对。一万好不容易才原谅我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说出我们之间的关系的。我们只是共犯关系。你为什么这样呢？这样太不公平了。我不介意啊，我和你在一起真的是什么都不介意的。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共患难的吗？是。你让我想到你一个人要去坐牢，我的心就很痛啊。你坐牢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坐啊。你不要赶我走，不要赶我走，我不会走的。你听我说，我是不会绝对赶你走的。只不过情况是，现在我还没开庭，因为警方还没找完到证据，所以你要乖乖的，千万不要露面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好不好？你要答应我。等到事情逐渐明朗化之后，或者开庭之后，我们看情形再做决定，好不好？只要你不赶我走，我全部听你的。好。一欢，大姐，来，喝酒。不好意思到。宋姐，你喝了很多酒啊？不会啊，我今天无罪释放，应该庆祝的。来，大姐，你也陪我们喝。你叫我赶下来就是陪你喝酒啊。
哎呀，懂得赚钱也要懂得放松心情嘛。对啊，偶尔也要松懈一下。来，今天呢，除了庆祝我无罪释放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。什么意义啊？庆祝我重生呢。以前我谈恋爱呢都是凭感觉啊，对方有多么多的缺点我都不在乎，好像三呢和志阳呢，到头来呢，搞得自己这么狼狈。对呀，凡事不能只凭感觉的，有时候感觉也会欺骗人，结果受伤害的是自己。你以后啊，真的要带识人啊。对对对，说得好，女人呐最怕遇到居心不良的男人，要找男朋友呢，就要找像我这种老实可靠的。你呀，算了吧，他才是真正的人间大色狼啊！一看到女孩子心怀不轨，你最好跟他保持距离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谁才心怀不轨啊？你不是对？哦，你的酒不要那么多废话。够啦，姐，你放心好了，以后找男朋友呢，绝对会非常的谨慎小心的，而且一定要以结婚为前提，找一个像乐天那么好的人。哇，大情圣，你什么时候变成好男人的身份了 ？Banna， 你知道吗？连我妈妈都说呢，乐天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我每次一出事啊，他一定会像 Superman 一样出来救我。哦，我还以为这个 Superman 只喜欢帮姐姐，没想到他也喜欢帮妹妹啊。可是为什么你们两姐妹花都不懂得知恩图报呢？啊 ，Banna， 你喝醉了。是，我看你喝酒很多了。小声一点的，不要吵醒妈妈他们。大姐，我今天很开心。我知道你开心，因为你无罪释放啊。不只是为了这件事情开心，还有一个更重要、更开心的事。什么事？认识乐天哦。乐天？是啊，认识一个像他那么好的男人是值得开心的事啊，你说不对吗？他的确是一个好男人。跟他在一起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，觉得他可以让你依靠一辈子。这种感觉呢，以前我在詹跟志阳身上从来找不到的。大姐啊，你到底喜不喜欢乐天？我说了，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的。哦，姐夫的关系对不对？哦，原来大姐你是放不下你跟姐夫之间的感情。也对啊，毕竟你跟姐夫呢做夫妻已经做了那么多年了。可是乐天却对你那么好，难道你真的舍得放弃吗？好啊好，不必向我解释，我也不需要知道。放心吧，我会像妈一样呢，劝你离开姐夫的。那感情这种事呢，要跟着你的心去选择，知道吗？既然呢，你决定放弃乐天，不如我就试着跟他培养感情，说不定我们有很好的结果呢。啊，乐天，哎，双喜，哦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在附近帮朋友拿机票，顺便过来看看，没想到真的见到你，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。你下班啦？我想看一场电影啊，你有空吗？一起去吧。哦，不可以啊，我约了 Ben 打羽毛球。羽毛球啊？我也很久没打了，不如让我跟你们一起打吧。你每次做完运动之后都是这样子走路回家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刚做完运动，走起路来特别舒服。你常运动吗？我觉得做运动呢，需要一个志同道合伴，才可以持之以恒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走路的？我说了，你不可以笑我。是因为我不敢驾车，所以我经常走路。
后来发现走路可以思考很多东西，久而久之就喜欢走路了。那我大姐知不知道你有这个习惯？她早就知道了。哎，你也喜欢穿拖鞋啊？不是啊，不过常看你穿好像很自在，所以呢，想体验一下。其实我很佩服你们女孩子啊，可以穿着细细尖尖的高跟鞋，又逛街啦又跳舞的。尤其你们做空姐的，还可以在飞机上站上一整天。那是女孩子与生俱来的耐力吗？可是你是空姐啊，你不觉得穿拖鞋会影响到形象吗？你呢？你可是个大律师啊，每天还不是穿着拖鞋走路回家？其实我告诉你啊，做律师最大的受罪呢，就是穿着西装、皮鞋、打领带，我觉得太约束了，而且有影响到思路。哎，你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啊？比如说喜欢吃什么，喜欢什么颜色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打鼾？还有啊，看电视的时候会不会挖鼻？你是女孩子，怎么问这种问题？有什么大不了嘛？大家都是朋友，都互相了解是应该的啊。来，喝我的吧。咦，这是什么来的？女生手套。谁的？外国买的，本来要送给一个朋友，没有送到，就放包包里面了。在国外回来，东西还在袋子里啊？我们好像越走越慢啊，不知道几点才能够回到家。我去拿水，你要开水还是汽水？啊，不用了，我口不渴。那你应该是肚子饿了吧？我去拿碟子，先吃烧鸭。我不饿。我帮你按摩。不要了。要啦。妈，看他们两个和好，我就安心了。妈，家里怎么这么近啊？姐夫和亲家母呢？姐夫叫这么好听干嘛？那两个混蛋带 baby 下去楼下散步了，你以为他会帮我煮饭啊？以前你也是没有人帮助啊，还不是天天自己煮？以前怎么一样？我可是自己煮给我自己吃，现在还煮给那两个混蛋吃，我越想就越不甘愿了。妈，那我和菲菲来吃饭，你会不会很不甘愿？那怎么一样啊？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我儿子，一个是我媳妇嘛。一想到以后会有很长的时间吃不到我妈妈煮的菜，我心里就很舍不得。你干嘛这么说？你想吃我煮的菜，天天上来吃都无所谓啊。对啊，无端端的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之前不是跟你们提过，有个朋友在南京开发电脑硬件市场，想找我过去帮他，我已经答应他了，下个月就过去。我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，原来是真的啊！你是一个人去，还是带谁一起去啊？去多久啊2年。能够到外国去发展是一件好事，你好好做哦。那菲菲和孩子会不会跟你一起去啊？当然一起去啊！孩子们可以去上他们的国际学校。国际学校很贵的哦。是啊，我现在只想快点把债务还清，最重要是开源节流，怎么可能让孩子读那么贵的学校？那你要他们读什么学校？我只是去2年，换来换去会影响孩子读书。你们还是别跟着我去，会很辛苦。不行啊，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的。菲菲，你就听3姐的话，留下来。这里有我们一家人在，有什么事情的话也有个照应啊。是啊，先让3姐去那边适应适应，回来再打算吧。3姐啊，你走了之后，这里的债务怎么办呢？我朋友已经答应帮我解决了，不过我要签2年的合约。啊
那太好了。是啊，三季能重新开始，我们也很高兴。是啊，我看饭应该熟了。妈，我不吃了，我朋友找我出去谈出国的事，我得走了。饭都还没吃，要去哪里啊？你们先吃吧，我可能会晚点才回家，你别等我。拜。老公，老公啊！你干嘛又跑来我家楼下卖雪糕？我不是叫你别来了吗？哎呀，哪里生意好我就去哪里啊，没有什么不对的。哎，来，顺便可以演戏嘛。不要，真的已经够了。其实菲菲最近已经改变了不少，对我很体贴，不像以前动不动就大吵大闹。我知道她忍得很辛苦。老婆对你好一点，你就想打退堂鼓？哎呀，既然做戏就要做全套嘛，彻彻底底的让她醒悟来。下个月我就要去南京了，我不想跟菲菲搞得太不愉快，走得不安心。下个月就走，那么快？我人还没走，就已经体会到离乡背井的心情。一想到要跟菲菲分开2年，我就觉得对她好亏欠。菲菲真幸运，有一个这么全心全意爱着她的老公。哇，连你都对我依依不舍起来了，看来我还是有几分魅力的嘛。你少臭美了，我恨不得你快点走啊！每天要陪你做戏，我少做了很多生意哎。说真的，这段时间我从你身上学了不少做人的道理。有吗？你的坚强，你对生活的乐观和执着，还有永不放弃的毅力。如果没有这些在支撑着，我想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。有时候做人随随便便、知足常乐就是一种幸福啊！不然我们为什么千方百计的演戏，还不是想让你的老婆早点明白这个道理？哎呀，不过我应该功成身退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跑来这里买冬装，你分明就是要跟三姐一起去中国嘛！我想帮我男朋友买条围巾，他要去中国了，你可以帮我选一条吗？死围巾，臭围巾！你敢说三姐是你男朋友？你到底还要不要？巧克力口味哦。死狐狸精，又敢跑来我家这里卖雪糕！你们两个不要跑，跟我待在这里。喂，死狐狸精，勾引我的老公！哇，你疯了！是啊，我是疯了，我现在疯给你看了！滚啊！喂，哎你，谁给我开啊？哎，不要！妈咪为什么要打人？轻一点啦，妈咪啊，我是气昏了，才忍无可忍的。那个狐狸精也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他跟你 daddy， 惨了，那个狐狸精一定会向你 daddy 下药。什么是下药？搬弄是非咯。你妈咪我也真是的，原本啊想用温柔政策把你 daddy 抢回来的，都已经忍了这么久，怎么会那么冲动了？你 daddy 回来啊，一定会帮那狐狸精怪我的。不行，我不可以认输，不能够让你 daddy 有理由说我无理取闹。阿 boy， 过来。等一下你 daddy 回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告诉他妈咪跟那女人打架，知道吗？要是 daddy 问起妈咪的伤是谁打的，
就说是那个狐狸精在我们家楼下看到妈咪就打妈咪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一定是你爹地回来了，记住啊！去。爹地。阿伯阿哥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难道那个狐狸精没有2人先告状？不可能啊！还是想套我自己说？菲菲，好，我是。爹地，妈咪是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回房做功课。哦。你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受伤了？我是不小心跌倒撞伤的。给我看一看，怎么这么多淤青？来，我帮你揉一揉。幸好没有说出来，看来那个狐狸精没有告诉他。哼，算你聪明。哇！对不起，我轻一点。走路都会跌倒的，以后你可要小心啊！我很快就出国了，以后家里没有一个男人照顾你们，我怎么放心？老公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出国，不要丢下我？只是2年了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学校假期的时候，你可以带阿布阿哥来看我啊。我都叫你轻一点了啦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好一点吗？大家好。老师。我回来的很匆忙，没买什么东西。这盒豆沙饼送给你。谢谢你，老师。坐啊。好。坐。谢谢。老师啊，你怎么这么久没来教跳舞啊？一定是以为我跑路了，对吗？不是，只是你突然间失踪，一走就是1个多月，我们都担心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姨妈突然得了癌症，我赶回关丹去看她，来不及通知你。你的人真好，连姨妈都这么照顾啊。我姨妈本来很健康的，万万没想到突然说病就病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匆忙的赶回去。哦。老师啊，上次你叫我做担保人，跟银行借钱，要买我儿子的房子，可是……我就是怕你担心，所以回来就马上来看你了。亚好，很对不起，我暂时不能买你儿子的房子了。我姨妈需要钱做化疗，我把钱先给了她应急。我知道你儿子急着卖房子，可是我现在真的是买不起。至于你做担保的事情，我向你发誓，我一定尽快筹钱还给银行。不用了，不用发誓这么严重了。再说，我儿子打算去中国，他也不卖房子，你不用担心啊。真的吗？那就好了，要不然我会很不安心的。亚好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还好有你替我做担保，我才有那笔钱救我姨妈的命。你可以说是我姨妈的救命恩人，我还让你这么担心，真是该死。你别这么说啊，你的人这么好，我还把你想得这么坏，以为你借了钱就跑路，我才不应该呢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之间不要有误会。对了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们还有没有练舞啊？我的脚不舒服，很久没去练了。是吗？用这个按摩吧，很有效的。是吗？来，我帮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没关系，来，我帮你。脚要放轻松，按摩了才会有效。来。亚好，在我生命中，你是我最心爱的人。
是不是很舒服啊？很舒服，很舒服。那就送给你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呦，没有关系，来收下吧。谢谢啊。哪里？哎，对了，过几天又是标会的日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谁打算下标？有啊 ，Helen 想标，因为她儿子要结婚了。怎么？你也想标啊？是啊，我想去还清银行那笔贷款。怎么说？你是担保人，我不想让你担心。怎么会呢？老师，你的人这么守信用，我怎么会担心呢？不过，如果你真的想标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怎么帮？大家都知道我儿子要买房子，我就说我会下高标，他们就会知难而退了嘛。王律师，那名小姐找你。请问你是徐志国的代表律师黄乐天先生对吗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艾伦。真的没想到你跟志国感情那么深厚的，可以为了他不顾一切回来新加坡和他一起共同进退。与其和志国两地相思，我还不如回来和他一起承担所有的罪行，说不定还可以帮他分担几年的牢呢。可是你应该很清楚的，志国还是很深爱他的妻子。这个我知道，从我认识他第一天起，我就知道，在他心里，他的妻子永远是排第一的。那你还那么傻？爱情不是1+1=2这么简单的。黄律师，你尝试过真正的爱一个人吗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那算不算？我和志国在国外一起逃亡、共患难的日子，才让我真正的感觉到，爱情原来真的是可以不顾一切的。我知道，他不想让他妻子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不想让我回来自首。可是他这么做，完全都因为他想保护我啊！他想一个人承担所有的罪行，想让我过新的生活。可是我不可以这么自私的。我知道我这次回来自首，一定会被判坐牢。可是没有关系，让我一想到能和他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很幸福了。你是找黄乐天？是的，我告诉他我来见你之后，就和他去警察局自首。我不是叫你把自投罗网了吗？你说，你到底告诉他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了他我们感情的事，可是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的。志国，我们曾经共富贵，现在也应该共患难的。你神经病啊！你到底哪根筋不对劲啊你？你知道黄乐天是什么人吗？你告诉他这些，想让他做老把柄是不是啊？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黄乐天不是你的辩护律师，他说他会在庭上帮你的。拜托，他本来害我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要帮我呢？因为他喜欢一欢呐，才能找机会从我手中把一欢给抢走，你懂不懂啊？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你什么东西没有搞清楚，叽里咕噜说了这么多废话。其实我也只是把事说出来罢了。虽然你老婆现在原谅了你，可是官司一打完，你就会被判坐牢，你会坐几年牢你都不知道。你觉得你老婆还愿意等你吗？算了，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，不关你的事啊。你自欺欺人。志国，其实你心里很明白的，你的老婆是不可能跟你一起重新开始的。你先不要说你会坐几年的牢，你之前做了这么多对不起她的事，她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原谅你呢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你不想让我跟你一起坐牢吗？可是我怎么可能放下你？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呢？哈，在我跟一欢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你的存在。我打从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让一欢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懂不懂？你搞清楚了没有？为什么你要苦苦纠缠呢？你说我纠缠你？对呀，
如果你没有存在的话，那一欢就会接受我，那么我就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已经坚持不供你出来了，那一欢已经相信了。为什么你偏偏要选择这个时候出现，还跑去找黄乐天？你知不知道害我是什么呢？你说我在纠缠你，你说是我在害你。总而言之，我真的后悔认识你啊！志国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相知相惜的，所以我才无怨无悔的跟你在一起。我甚至已经不求什么共富贵了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共患难。所以我千方百计回来新加坡，和你一起面对指控。而你呢？你竟然说这么伤人的话！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共富贵、共患难的，全部是你一厢情愿的。那我现在跟你说清楚，听清楚，我不需要，我也不稀罕。我现在你马上走。不要，志国，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放手，你跟我走啊！求求你走啊，不要缠着我好不好？我不走啊！你怕我去自首对吗？怕我们的事让你老婆知道对吗？好啊，我偏去！我不准去找一欢了，你给我回去！你走开！走开呀！喂，什么？他昨天离开酒店到现在没有回来啊？怎么不听电话？对不起，我在想东西。志国，你精神真的很差，你是不是昨晚跌倒了，撞上了什么地方？要不要看医生啊？我没事，妈，你不要担心。昨晚开始我的眼皮就一直在跳，希望不会再有什么事发生。妈，我没事，你不要担心。马德，我已经喂了 baby， 他在睡觉，我上班了。快去上班吧。啊，请问徐志国先生在吗？我们是刑事侦查局的 CID， 关于一宗杀人案，我们想请他回去协助调查。是一个叫艾伦的女子被杀的案件。马德，怎么样啊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之前呢，艾伦来找过我，要我陪他去自首的，可是我一直都等不到他，我以为他临时改变主意。就在我想办法找他的时候呢，警方就找到他失手了，而且警方怀疑他是跟人起冲突被杀的。就因为之前呢，他跟志国接触过，所以志国才会被怀疑的。哦，原来是你把那个女人找来的，你是什么巨仙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志国？那个女人死了，跟志国有什么关系？志国没有杀人，你为什么说是他杀的？马德，不要这样啊！你还帮他说话，你们俩为什么要害志国？志国说过要改过自新啊，为什么你还不放过他？妈，志国，妈，我是真的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艾伦会死的，我没有杀他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妈相信你没有杀人，妈相信的。可是你的确见过艾伦，还跟他发生冲突，对吗？但是我没杀他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啊，我是冤枉的。如果没有杀人的话，警方会调查清楚的。你不要给我加好心，我不要你当我律师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呢？一万不要相信他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就是这个人害我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啊？不要这样，你不要相信他，我走。相信我啊！志国，志国，我真是被冤枉了吗？艾伦的死真的和志国有关吗？如果警方找到确实的证据，志国犯的是杀人罪，你最好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因为警方在艾伦身上找到对志国不利的证据。我到底是不是做错了？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劝志国回来。之前艾伦告诉过我，他想和志国一起面对指控。看来
他对治国真的是死心塌地。当初我劝他回来，是希望他可以真诚面对自己的过错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没想到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啊！治国他再坏，他也不可能去杀人的。所以我说，人失去理智，什么事情就做出来的。不过治国一直否认跟艾伦在一起的事实，可见他根本不希望艾伦出现。还有啊，他脸上跟手背上的伤痕在这个时候出现，我觉得太巧合了。我想见治国。你为什么还要来呢？我不说过我不需要你的帮忙吗？治国，这个时候你还要说负气的话，你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。若不是乐天的帮忙，我今天是不可能得到批准来见你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是很多，有什么话尽快说。你和艾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没有关系。如果你硬要说我们之间有关系的话，我只能够说对我一厢情愿。我在离开韩国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他说得一清二楚了。治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缠着我，我更不知道为什么他莫名其妙跑去自首。我劝他离开，他不肯啊。治国，你听我说，艾伦已经死了，所有的证据都对你很不利，你原本的官司就要开庭了。我担心艾伦的死会对你造成负面的影响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你跟艾伦见面的时候，他对你说了什么？你们是怎么起争执的？总而言之，你要相信我没有杀艾伦的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要坦白，老老实实的说出来，不要再隐瞒了。他替我们见过面，他说去找过黄乐天，决定去自首。我知道艾伦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跑去自首的，一定是受到有人怂恿的。你明知道我跟艾伦之间是没有关系的，为什么你要硬拖他下水呢？为什么你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建立我们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呢？为什么啊？时间的魔法师勾勒出爱最初的样子，我才发现你一直就坐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。铃铛轻轨响起，